大家好，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的丁海燕老师，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。今天我们讲解结构体指针。如果把一个结构体变量的起始地址存放在一个指针变量中，那么这个指针变量就指向该结构体变量。指向结构体对象的指针变量既可以指向结构体变量，也可以用来指向结构体宿组中的元素。指针变量的基类型必须与结构体变量的类型相同。例如 struct student 星号 pt。 下面来看例 9.5， 通过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变量输出结构体变量中成员的信息。解题思路：在已有的基础上，本题要解决两个问题：一、怎样对结构体变量成员赋值；二、怎样通过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访问结构体变量中的成员。一、通过结构体变量 stu1 访问它的成员，输出 stu1 各个成员的值，使用的是 stu1.num 这样的形式。程序如下： struct student 花括号 long num char name 20 char sex float score struct student stu1 struct student 星号 p 定义结构体指针变量 p 赋值取地址 stu1， 让 p 指向 stu1。 stu1.num 赋值10101，对结构体变量的学号赋值 strcpy 括号 stu1.name 逗号双引号李玲，用字符串复制函数给 stu1.name 赋值。stu1.sex 赋值单引号 m， 对结构体变量的性别赋值。stu1.score 赋值 89.5， 对结构体变量的分数成员赋值。输出结构体变量 stu1 的学号，输出结构体变量 stu1 的姓名，输出结构体变量 stu1 的性别，输出结构体变量 stu1 的分数。二、通过结构体变量的指针变量访问它的成员，输出 stu1 各个成员的值，使用的是括号星号 p 点 num 这样的形式。程序如下： struct student stu1 struct student 星号 p 赋值取地址 stu1 stu1.num 赋值10101 strcpy stu1.name 双引号李玲，用 strcpy 函数给 name 成员赋值。stu1.sex 赋值 m stu1.score 赋值 89.5 printf 括号星号 p 点 num 输出结构体变量 stu1 各成员的值，输出括号星号 p 点 name 输出括号星号 p 点 sex 输出括号星号 p 点 score。 说明：为了使用方便和直观， C 语言允许把括号星号 p 点 num 用 p 箭头 num 来代替，括号星号 p 点 name 等价于 p 箭头 name。 如果 p 指向一个结构体变量 stu， 以下等价：一、stu 点成员名如 stu 点 num； 二、括号星号 p 点成员名如括号星号 p 点 num； 三、p 箭头成员名如 p 箭头 num。 可以用指针变量指向结构体宿组的元素。下面来看例 9.6， 有3个学生的信息放在结构体宿组中，要求输出全部学生的信息。解题思路：用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处理。一、声明 struct student 并定义结构体宿组，然后初始化。二、定义指向 struct student 类型的指针 p。
3. 使 P 指向宿主首元素，输出元素中各信息。4. 使 P 指向下一个元素，输出元素中各信息。5. 再使 P 指向结构体宿主的下一个元素，输出它指向的元素中的有关信息。程序如下 ：struct student 定义若干成员 ，struct student stu 方括号3进行初始化 ，main 花括号 struct student 星号 P 定义指向 struct student 结构体变量的指针变量 P。for P 赋值 stu P 小于 stu 加3 P 加加，用 printf 输出 P 箭头 num P 箭头 name P 箭头 sex P 箭头 age。结构体宿主存储情况如图所示 ：P 的值为 stu 时，输出第一个学生的信息 ；P 的值为 stu 加1时，输出第二个学生的信息 ；P 的值为 stu 加2时，输出第三个学生的信息。还可以用结构体变量和结构体变量的指针做函数参数。将一个结构体变量的值传递给另一个函数有3个方法。1. 用结构体变量的成员做参数，例如用 stu 方括号1点 num 或 stu 方括号2点 name 做函数实参，将实参值传给行参。用法和用普通变量做实参是一样的，属于值传递方法。应当注意实参与行参的类型保持一致。2. 用结构体变量做实参。用结构体变量做实参时，将结构体变量所占的内存单元的全部内容全部按顺序传递给行参。行参也必须是同类型的结构体变量。在函数调用期间，行参也要占用内存单元。这种传递方式在空间和时间上开销较大。在被调用函数期间改变行参，也就是结构体变量的值，不能返回主调函数。一般较少用这种方法。3. 用指向结构体变量或宿主元素的指针做实参，将结构体变量或宿主元素的地址传递给行参。下面来看例 9.7， 有 n 个结构体变量，内含学生学号、姓名和3门课程的成绩，要求输出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的信息，包括学号、姓名、3门课程成绩和平均成绩。解题思路：将 n 个学生的数据表示为结构体宿主，按照功能函数化的思想，分别用3个函数来实现不同的功能。用 input 函数输入数据，核求各学生平均成绩；用 max 函数找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；用 print 函数输出成绩最高学生的信息。在主函数中先后调用这3个函数，用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做实参，最后得到结果。本程序假设 n 等于3，程序如下：井号 define n3， 代表学生人数为3。struct student 花括号 int num char name 20 float score 3 float AVER。内函数如下 void input 括号 struct student stu 方括号，这是对函数进行声明。struct student max struct student stu 对 max 函数进行声明。void print 括号 struct student stu 对函数 print 进行声明。struct student stun 星号 P 复制 stu 定义结构体宿主和指向该宿主的指针变量。input P 调用 input 函数。print 括号 max P 调用 print 函数，以 max 函数的返回值作为实参。
Input 函数定义如下：形参为结构体宿主，用 scanf 输入学号、姓名、3门课的成绩，计算平均成绩。i 等0时，输入第一个学生各成员的值，并计算出第4个成员值，如图所示。i 等于1时，输入第2个学生各成员的值，并计算出第4个成员值，如图所示。i 等于2时，输入第3个学生各成员的值，并计算出第4个成员值，如图所示。Marks 函数定义如下：形参为结构体宿主 ，int i m 负值0，用 m 存放成绩最高的学生在宿主中的序号。for i 从0 ，i 小于 n，i 加加。if 括号 stui 点 aver 大于 stum 点 aver， 则 m 负值 i。找出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在宿主中的序号，保存在 m 中。return stu 方括号 m， 返回包含该生信息的结构体元素。如图所示，找出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序号为0，平均分 88.33 分。print 函数定义如下：形参为结构体变量，输出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信息。成绩最高的学生学号为10101，姓名李，3门课成绩78、89、98，平均成绩 88.33， 如图所示。void input struct student marks void print。以上3个函数的调用情况各不相同。调用 input 函数时，13是指针变量，形参是结构体宿主，传递的是结构体元素的地址，函数无返回值。调用 marks 函数时，13是指针变量，形参是结构体宿主，传递的是结构体元素的地址，函数的返回值是结构体类型数据。调用 print 函数时，13是结构体变量，形参是结构体变量，传递的是结构体变量中各成员的值，函数无返回值。好了 ，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同学们接下来一定要多上机实践，为程序设计课程打好基础。谢谢大家。